我是清慧博士。你知道吗？碳权其实有百百种。当你说碳权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说的是哪一种吗？最近呢，我最常出现的情况啊，就是会有人留言给我啊，不管是 email 或是脸书或是 LINE 各种的方式留言给我，但是呢，都是劈头马上来一句说，我做什么什么事情可不可以申请碳权？这种照样造句可以延伸到很广很广，例如说我种树可不可以申请碳权？我开电动车可不可以申请碳权？我骑脚踏车可不可以申请碳权？我铺设太阳能面板可不可以申请碳权？这还是比较单纯的。另外也有比较猎奇的，会说我单身不结婚啊，我养宠物不养小孩啊，我躺平宅在家不出门啊，这些都有减碳效果啊，那我可不可以来申请碳权呢？那当然我可以给你一个很不负责的答案是可以，只要老大你高兴，口袋够深，都嘛可以试试看，而且可以顺便促进一下我们这些碳顾问碳查验的经济，也是挺不错的。重点不是可不可以申请，重点是你会不会过啊，对吧？那如果我们是要问说你申请的这个碳权会不会过的话，现实就是啊，你脑海中想到的可能可以申请的碳权，绝大多数都是无法申请到碳权的，对，无法。然后如果你是想要做投资规划，希望可以用申请到的这个碳权来赚钱的话，那我就要跟你说，你真的也是想太多了。你可能就会说啊，清慧博士，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泼人冷水啊？2050净零是世界的趋势，也是台湾的趋势，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事。我们不是应该要全民一起手牵手，每个人都小小减碳，就可以累积成大大效果的吗？这个我真的要跟你说，还真的不是这么一回事。说到碳权呢，我们要先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到这2个字的人心里想的应该是减碳顺便赚钱，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啦，但是我承认我当初就是这样。但是代志不是我一个公人想的这么简单啊，碳权界的水是很深的，真的很深。像我自己就是越研究碳权，就会越觉得这2个字完全就是被过度膨胀。想想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不管我们是要买东西或是投资好了，我们每一块钱花出去的时候，应该都会考虑到 CP 值和未来，对吧？所以就算可以减碳，想要申请碳权，也需要考虑到以下这些条件哦。申请有限制种类吗？申请要花很多钱吗？可以申请到很多的碳权量吗？现在这种自愿性碳权的市场价格好吗？我如果真的申请到这个碳权之后，我可以用来国际接轨吗？我希望可以卖给全世界的人，可以吗？我拿到的碳权可以用来抵碳费、碳税、碳关税各种碳的成本吗？如果仔细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话，答案都是不太可以的。我们一一来看哦。首先，申请有限制种类吗？当然有，只有政府列表内的专案才可以申请。那我申请要花很多钱吗？在台湾的情况下是，你不管再小的专案，你就算只是申请1吨好了，那当然不可能申请1吨而已。所有的申请流程，然后报告流程跟查验流程都是一样的，所以请都算100万起跳。那你可以申请到很多的碳权量吗？答案是不行，因为目前为止台湾的情况的话，大部分都还算是芝麻量，而现在又有微型专案，微型专案就是2万吨以下，这些专案其实都太小，很难产生经济效益。最主要难产生经济效益的原因是下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拿到这种自愿性碳权，它的市场价格好吗？答案是不好。目前为止，这种人工减量的国际上的价格啊，已经被打到每吨$10以下了。虽然如此哦，但是你拿到的碳权可以到国际上接轨吗？答案是不行，因为如果你要国际承认，是需要有谈判的过程的。拿到的这个碳权可以用来抵法规的碳费、碳税、碳关税、碳成本吗？以前有些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渐渐都不行了。原因是因为碳市场的乱象和妖魔鬼怪实在太多了。现在台湾预计在2024年以后就要课排碳大户的碳费，环保署目前是倾向可以一部分，那至于这一部分是多少，就现在还在政策研拟中哦。所以结论是什么？这些我们想象中的碳权，就算申请了，其实它的 CP 值不是很高。对企业而言，
最好用的情况就是做资源型碳中和，然后增加企业形象的时候最好用，但是这个就关真正的经济上的成本效益分析了。那其他的面向呢，就真的很难用啊。请记得，就是当你问说我做什么事情可不可以减碳的时候，或者是问说我什么什么碳权可不可以买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因为如果对方是要赚你钱的话，你就是在砧板上的鱼肉了。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也被对方发现说其实你对碳权这个部分是没有很了解的。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你想要跟人家讨论碳权之前，还是希望可以建立起自己对碳权的基本架构和认知。当然网络上有很多的文章啊影片可以参考，我自己也有做一系列的碳权的知识影片在 YouTube 上分享。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很忙，而且你的时间成本很高的话，在这里我要推荐继我自己呕心沥血的终极碳权之作盖亚律专业的，只要一堂课就让你赢过 99.9% 的人成为碳权达人。这个也是史上最完整清楚的国际碳权交易全攻略跟实务操作。而且这堂课里面不只会教碳权交易，也会教如何辨识碳诈骗的门道。如果你想要买母鸡，什么是母鸡？我们现在说的碳权大部分时候就是买鸡蛋，别人的碳权母鸡已经经过申请执行查验完成的碳权鸡蛋。那母鸡的话其实就是自己在国际上找案场，然后来生碳权鸡蛋。然后我在里面也有提到，如果你想要做碳权母鸡的话还有什么样的机会，而且只要上这么一堂课你就可以变成碳权达人。你想一想，这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好，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在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碳权的疑难杂症或是想要讨论的地方的话，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盖亚律师书，我们里面有碳权讨论专区，然后欢迎马上加入。也欢迎到盖亚律师塾的课程网页上参观选购，我们这里提供了各种的绿色专业知识，我们目标就是专门培养永续长和绿色创业家。如果想要拓展你的绿色知识讲解的话，也请务必要订阅我们这个频道。我是清慧博士，我们下个影片见，嘿，拜拜。